2016年，一股名为阴阳师的热潮席卷全国，无数玩家带着好奇与激动来到了平安京的世界，开始了一场场有趣又奇妙的冒险。游戏里面出现了不少独特的式神，包括佐夫童子、三尾狐、孤惑鸟和慈木童子等。想必大家对于这游戏里面的两大巨头酒吞童子和慈木童子肯定不陌生。今天老烟斗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传说中的日本百鬼之王酒吞童子以及他的好兄弟慈木童子的传说由来。酒吞童子，日本传说中平安时期著名妖怪，鬼族首领，亦是百鬼夜行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妖怪，别名九颠童子、九天童子、朱点童子。关于酒吞童子的由来，普遍流传有3种传说。相传，酒吞原本是越后寺中的一名小和尚，但奈何他长得实在是太帅了，招来了太多人的嫉妒和陷害。这些嫉妒和陷害使得酒吞渐生邪念，最终化为妖怪。也有说酒吞童子本是伊吹山神明之子，但因心中所存的杂念被高僧察觉，继而被赶出了寺庙。甚至还有传说表示，酒吞童子因为拒绝了太多求爱的女性，受到死去的女性诅咒，在焚烧情书时被冒出的黑烟诡异地包裹住，随后就变成了丑陋的恶鬼。总而言之，化妖后的酒吞童子成为了一名面色血红、头有5个犄角、15只眼睛、穿格子之衣、腰系兽皮的恶鬼。他嗜酒、残忍、祸乱一方。此外，他还时常化为英俊少年来勾引女性，得手后会吃掉他们的肉，并喝光其血。对于部分相貌出众的女子，则将其囚禁于自己山寨的巢穴中，或者是作为奴隶来使唤。因为对象女性大部分都是年龄不大的处女们，因此酒吞童子也有着处女杀手的称号。酒吞童子的部下众多，有副首领慈木童子、四天王熊童子、虎熊童子、星熊童子和金熊童子4鬼陪伴左右。他们总是跟随酒吞作奸犯科，从平民百姓到富家宅地都有他们的身影。时间一长，这些家伙竟然把魔爪伸到了贵族家里。由于此时的酒吞童子一行妖怪已经严重侵害到了贵族的利益，于是武将源赖光领命，率领手下踏上了前往大江山的征讨鬼王之路。在到达丹波国大江山的山脚后，他们先去祭拜了山神，而后获得了山神所赠予的神变鬼毒酒和星斗甲。这酒对于人来说怎么喝都没事，但对于鬼怪们来说却相当剧毒，饮后会立刻昏死过去。众武士十分激动，当即整装继续前进。随后不久，众人到达酒吞童子的居所。见面后，源赖光称因于山间迷路，特于此地来借宿，并献上神酒以表谢意。嗜酒的酒吞童子听后大喜，答应了众人共饮的要求。为了消除其疑虑，源赖光等人强压着内心的悲痛和愤怒，爽快地喝下了这以鬼怪们所掳少女们的鲜血所掺和的酒，并且不假思索地吃掉了席上的各种恶心菜肴。最后，源赖光斟满神变鬼毒酒，敬予各位鬼怪。酒吞童子与其手下未过多久，全部昏睡了过去，而乔装为俊秀少年的酒吞童子也露出了其原形了。酒吞童子在昏睡中被源赖光捆锁至床上，直到头颅被斩下的瞬间才苏醒。此时的酒吞身躯被束缚，只有离开身体的头部在空中作狂飞舞着，然后朝着众人怒目而视的俯冲袭击过来。可这致命的一击也被源赖光用星斗甲挡住了。于是自那日起，酒吞童子一族的鬼怪势力被彻底消灭了，只剩下了一只妖怪侥幸逃生，而他则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罗生门之鬼慈木童子。
关于慈母童子的身世，世人通常认为她是个弃儿。按照传说记载，慈母的母亲怀胎超过16个月，而且慈母一出生就长出了牙齿和头发，故而慈母童子一生下来便被称为鬼子，遭到所有人的厌恶。幼小的慈母被理发店老板收养，过了数年便长成大人的体格。一次，他在工作时不小心刮伤了客人的头皮，鲜血流淌出来。在鲜血的香味下，慈母鬼使神差地伸舌去舔，竟觉味道格外甘美。为此，他自然又遭到众人的唾弃。最后，他于某日夜晚发现自己在水晶中的倒影呈现出鬼相，并顺从了命运的召唤，抛弃了人世，来到丹波山中去，成为了酒吞手下的一员。当时慈母的名气还不是很大，因此即便酒吞童子被袁乃光杀死后，慈母逃的一命也未被重视。直到数年后，这只大魔头才重新裹挟着血雨腥风而来。当晚，袁赖光的家臣杜宾刚行走在朱雀大道，在桥头遇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大姑娘。姑娘满面愁容，一经询问，才知道女子刚迁入平安京不久，住在5条渡口，可人生地不熟，竟然迷了路。杜宾刚见天色将晚，决定护送女子朝5条渡口走去。就在快到5条渡口时，那女子突然轻启朱唇，柔声说自己的宅邸其实位于京城之外。杜宾刚顺势而问，只见少女粗声喝道：“老娘家就住在大江山！”随后猛地抓住杜宾刚的发髻，就要杀人。原来他正是慈母童子所化，这次出现就是想杀害杜宾刚的。说时迟，那时快，杜宾刚条件反射之下，拿起腰间的刀，一把砍下去，就把慈母童子的手臂给砍下来了。慈母童子失去一臂，只能忍着剧痛逃走。隔天，杜宾刚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袁赖光。袁赖光听后一阵心悸，想不到当日逃走的小妖竟然回来复仇了。于是袁赖光便请阴阳师安倍清明进行占卜。安倍清明告诫杜宾刚，在1周之内一定要对周遭事物小心。杜宾刚随即把断腕锁在了一个牢固的铁箱子，并且下决心这7日内暂时隔绝酒肉，7天内不能见客，不能出门，防止意外发生。可谁曾想啊，就在第6天晚上，他的养母突然来看望他。杜宾刚听到养母上门，将养母迎到屋里，热情款待。谈话间，养母说要看看鬼的断臂，他犹豫之后还是打开了铁箱子。然而此时，这养母竟然摸着断手，喃喃着：“这是我的手臂呀。”随后大笑着破窗飞走了。这时他才意识到，原来这养母就是慈母变化而成的。然而此时的杜宾刚已经无法追回慈母，只剩下了这把名为鬼切的日本宝刀了，诉说着内外的争斗。有趣的是，由于慈母在日本传说中时常以女装的形象出现，因此在日本鬼怪传说中，慈母是少有的女装大佬哟。如果想看更多慈母和酒吞女装形象的，可以关注老烟斗的官方公众号拼音老烟斗，回复女装就可以获取相关信息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对类似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扣888哦。咱们下周下一期不见不散。